瘦不代表肝脏就健康。大部分人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，非酒精性脂肪肝是胖子的病。所以有的时候有很瘦的人拿到体检报告，看到自己有轻度脂肪肝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，我这么瘦怎么会有脂肪肝呢？这个逻辑是什么？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？脂肪肝的本质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肝脏里面堆积了过多的甘油三酯。问题来了，这些甘油三酯从哪里来的？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脂肪吃多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解了。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机制，肝脏制造脂肪的能力远远强过储存脂肪的能力。你长期处在碳水摄入频繁、果糖摄入过多、胰岛素长期偏高的这种状态，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多余的糖在肝脏里面被转化成脂肪，这个叫做新生脂肪的生成，这些脂肪就直接堆在肝脏细胞里面。为什么瘦子更容易被忽略呢？因为很多瘦的人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代谢特征，天生的就是瘦。它的特点呢，它胰岛功能是比较偏弱的，但是呢，它存在的胰岛素抵抗，肌肉量也比较低，储存能力就比较差，因为脂肪细胞的数量也比较少。这一类的人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脂肪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储存的，所以他们吃不胖。正常人吃多了，脂肪可以先存到脂肪组织里面去的，可是这一类的人群呢，存不进去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脂肪就直接回流到肝脏里去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人很瘦，可是他的肝很胖。再加上一个关键点呢，正常的情况下，肝脏会把脂肪打包，然后装在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，然后运出去的。可是如果营养不够，蛋白质不足，微量营养素缺乏，慢性炎症，肝脏打包的能力会下降的，结果就是脂肪出不去，只能够堆在肝脏里头了。所以呢，瘦子脂肪肝的本质，它不是脂肪多了，而是代谢调度的能力变差，加上储存能力变差，再加上输出的能力变差了。那好了，重点来了，脂肪肝不是减肥的问题，是代谢重建的问题了。第一件事需要做到的是降低糖转脂肪的入口，你要抓住一个核心的要点，让肝脏少制造脂肪。具体你怎么做？减少高频次的进食，尤其是加餐，控制精致碳水化合物，特别注意果糖、果汁、各种含糖的饮料、各种含糖的冰淇淋、奶昔，还有各种精加工的食品。第二件事，让身体重新学会用脂肪。所以你要做的呢，不是少吃，而是恢复代谢灵活度。方法呢，第一，适度拉开进食的间隔，不要一直吃零食，让身体有时间动用脂肪。你会发现，一旦开始动用脂肪了，肝脏里面的脂肪才有机会被用掉。第三件事，增加储存能力。这一点大多数的人是会忽略的。你不是脂肪太多了，是能够存脂肪的地方太少了。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增加肌肉的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肌肉是最大的能量缓冲池啊，可以储存糖原的。你肌肉越多，可以储存的糖原越多，它是缓冲池，可以调度的，所以它可以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的。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每一周至少有2次阻抗训练，哪怕很简单，自重训练、器械训练，效果都会很明显的。第四件事情，提高肝脏的出货能力，这一点很关键。你要让肝脏把脂肪运出去，不是堆在肝脏里头。那么重点的营养很重要了。胆碱来自于哪里？蛋黄啦，动物的肝脏啦，吃猪肝啦，吃鸡肝啦。第二个，优质的蛋白，优质蛋白质会帮助我们身体合成脂蛋白的。长期吃的干净，但是吃的不够也会脂肪肝的，尤其是瘦子。第五件事，处理你的慢性炎症。你可以从几个方向入手。第一，去掉精加工食品；第二，换健康的油脂；第三，保证睡眠；第四，控制压力。最后把你这个问题呢总结成一句话：脂肪肝是代谢调度失败的结果，尤其是瘦子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，可是呢，内部的代谢呢其实是很脆弱的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不是拼命减肥，不是拼命节食，是让身体重新学会该存的时候存，该用的时候用，该运出去的时候能够运出去。如果这个角度你听懂了，你就会发现脂肪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谢预警信号。你抓到了这个信号，在这个阶段你就去调整，远远比等到糖尿病啦、心血管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要轻松的多了。谢谢。